我怀疑论坛上那篇帖子是奎因写的。他的女友是名律师，34岁，和他交往了7年。所有这些信息都恰好与我对上了。更何况，就在昨天，我还暗示奎因想和他组建家庭。当时他显得有些错愕，不自然地回答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会准备的。”我以为他要向我求婚，到头来他却是想拒绝我。身旁传来他的鼾声，我悄悄起身，从枕头下拿出他的手机。其实奎因早就改了密码，但他太粗心，每次解锁时都没完全避开我的视线。打开他的论坛 App， 看到99加条新消息的那一刻，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，心里反倒松了口气。正要放下手机时，一条消息弹了出来：我明天没课，要不要出来约会？我愣住了，点开消息，紧接着对方发来了一个可爱的小猫表情包。直到这时我才发现，奎因还有另一个社交账号。我以前从没查过他的手机，所以他也没养成删除记录的习惯。我点开那个女生的社交主页，发现她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，穿着吊带裙，扎着高马尾。我翻遍了他们所有的聊天记录，甚至回溯到了1年前。原来早在1年前，他就已经出轨了。那个女生叫莉莉，耶茨，是个大学生。半年前，我和奎因去公路旅行，他把沿途拍的风景照全发给了他。我看完了所有聊天记录，他们的关系是从奎因的刻意讨好开始的。但莉莉早就知道我的存在，她甚至给我起了个绰号“老女人”。我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崩溃，或许是职业和性格的原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总能保持冷静。可当我点开奎因和他朋友聊起我的记录时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奎因抱怨道：“该死，卡拉想跟我结婚，他都34岁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他的胸都快下垂了。现在生孩子都能算高龄产妇了，可我还年轻，明明能选别人。”我的视线开始模糊。浏览完记录后，我看到奎因发的一张照片。那是我加班到深夜，在沙发上休息时，他偷拍的。照片被刻意放大，我眼角的细纹还被圈了出来。看看他脸上的皱纹，一想到下班后要面对这么个老妻子，我就崩溃。换作是你，你会想娶她吗？看到这里，我鼻子一酸，强咽下喉咙里的苦涩。我用力忍住眼泪，径直走到客厅，点燃一支烟。透过烟雾，我的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照片上。照片里的奎因留着寸头，一只手抱着篮球，另一只手牵着我，笑得爽朗。我忍不住想起20岁的奎因，他曾坚定地对我说：“卡拉，我不在乎年龄，只要是你，不管你比我大7岁，甚至17岁，我都一定会喜欢你。”我用手臂捂住脸，任由眼泪流淌。我和奎因的第一次相遇，恰逢我拿到律师执照后处理第一个案子的那天。他的父母在车祸中去世，肇事者逃逸，没有赔偿1分钱。那时他眼睛布满血丝，像头发怒的野兽，扬言要杀了肇事者。我紧紧抓住他的手腕，却无济于事。情急之下，我扇了他一耳光。奎因，怀特，冷静点。这个18岁的男孩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，他会受到惩罚吗？我按住他因愤怒而颤抖的肩膀，坚定地说：“会的，一定会。请相信我，一个专业的律师。”肇事者被判刑那天，奎因以感谢为由，要了我的联系方式。或许是因为这是我独立处理的第一个案子，我对他也多了几分同情。所以当他频繁约我见面时，我没有拒绝。他20岁那年向我表白了，那时的他青春洋溢，爱意直白又热烈。我沉醉在他真诚的眼神里。这7年里，我付出的远不止青春。他还是学生时，我全身心辅导他，带他环游世界，开拓眼界。他毕业后，我倾尽自己的经验和人脉，为他铺路。那时我27岁，顶着所有压力和质疑，选择支持他。现在他27岁。却说：“卡拉，你老了。”可奎因啊，这7年爱你的时光，难道不是我的青春吗？我打开了他车里的行车记录仪，这辆车是他25岁时我送他的礼物。
可后来，他开着这辆车去学校门口接丽丽，副驾驶座上放着鲜花，就像以前我开着车，副驾驶座上放着名贵手表去接她时一样。记录仪里传来丽丽欢快的声音：奎因，我好想你。我太了解她了，哪怕只有一句话，也能听出她语气里的喜悦。关上车门后，传来布料摩擦的声音，还有她低沉的呼吸：宝贝，你好香。这话让丽丽很开心，她的笑声响了好一会儿。那当然，我才20岁，可不像那个老女人，一身老气。她闷笑的声音，像一把刀在我心上拧。34岁的我，在他们眼里，仿佛成了个老太婆。我下意识地对着镜子看向自己，即便我保养得不错，眼角也确实有了细纹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已经不是25岁时的样子了。可那又怎样？我的价值就该被年龄定义吗？这个社会给女性套上了太多枷锁。他们会说，都当妈了还这么穿，会说正经女人不会染这种头发，甚至会说你这个年纪已经是剩女了。刚进入法律行业时，我干劲十足，却有人说女人再拼也没用，反正比不过男人。后来我以95%的胜诉率成了律所的业绩第一。他们质疑我，我就用能力让他们闭嘴。仔细想想，奎因早就暗示过我年龄是个问题。我背粉色包时，他会旁敲侧击地说这个颜色不适合我，但我不会因为他的看法就改变自己。时间在我脸上留下了痕迹，可我喜欢这些痕迹，它们是我经历的证明。我爱25岁的自己，也同样珍视34岁的自己。第二天，他从卧室里出来。和比自己年轻的男人谈恋爱，大多数女生都会不自觉地照顾对方。久而久之，双方都养成了习惯。所以当他看到空着的餐桌时，本能地皱起眉问：没做早餐吗？我点点头，把收拾好的行李箱推到他面前：我们分手吧。你的东西都打包好了，今天请搬出我家。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我，上前几步抓住我的肩膀：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不然别想分手。我差点笑出声，明明早就想分手了，他却还在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。我抬头看着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论坛上的帖子，丽丽、耶茨、高龄产妇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按在我肩膀上的力道松了，他后退几步，嘴唇动了好几次，眼眶泛红地质问我：你居然敢翻我手机？你身为律师，不知道手机是私人用品吗？我平静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发脾气。他情绪越来越激动，把身边能碰到的东西都摔了。别这么看着我，我没错。要怪就怪你年纪大了。对上他指责的目光，我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，猛地站起身。奎因，我又不是一夜之间变老的。他僵在原地，随后转身走进卧室。奎因很快换了身干净衣服，提着行李箱准备离开时，又看了我一眼，目光落在我脸上。你是真的显老了，多买点护肤品。他的话没说完，我就礼貌地笑着打开了门。奎因，7年过去了，你也没年轻多少，多运动吧。我嘴角带着一丝嘲讽，指了指他的肚子，没想到科技这么发达，现在男人也能怀孕了。他气得鼻孔张大，想反驳，却最终沉默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。他抓起车钥匙准备走时，我叫住了他，钥匙留下，抽空去把车辆登记信息改了。他脸色更沉了，紧紧攥着钥匙，咬牙道：卡拉，这车登记的是我的名字。我收起笑容，没错，是你的名字，但这辆车是我以结婚为前提送给你的礼物。现在我们分手了，我完全有权利收回它。我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，要看看证据吗？当然，如果你不想还，我们也可以法庭上见。他的脸黑得像乌云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手里的钥匙差点被捏碎。你可真会算计。我双手插兜，依旧笑着挑了挑眉。其实当初送他车时，我根本没别的心思，只是怕他觉得太贵不肯要，才开玩笑说就当是提前给的嫁妆，以后结婚用。那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句玩笑话如今会成为证据。